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包子。等了3年，纳吉终于做出了他的反击。那事情的走向会是怎样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稍微的说一下。在西蒙执政期间，当时的总检察长汤姆斯就针对多项滥权、洗钱罪名提控前首相纳吉。而现在，纳吉正式对汤姆斯和马来西亚政府提出民事诉讼，要求190万的赔偿。根据起诉书，纳吉是起诉汤姆斯犯下3种罪：第一，渎职；第二，恶意检控；第三，疏忽。然后同时要求马来西亚政府担任间接责任，因为当时的汤姆斯是政府公务员。我目前还没有时间好好去对比成立每一项指控所需要的元素和纳吉的表述，因为仔细做对比的话，你也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可以学习还有研究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个刚刚学到的知识，现学现卖给大家。我们来说恶意检控。纳吉提出的恶意检控可能成立吗？依我拙见是不可能。原因是什么呢？时间点不对。来，我们正式进入讲解的环节。在民事诉讼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有诉因。诉因是什么？英文叫做 cause of action。 什么理由赋予你起诉别人的权利？在这里，恶意检控就是纳吉的诉因。但是有诉因还不够哦，这一个诉因必须是完整的。完整的诉因意思就是说，你提出来的指控当中的每一个构成元素都已经存在。这样子讲大家可能不太容易明白，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个例子。这是一个1983年的案件，登嘉楼一名男子和纳吉一样提出了恶意检控的民事诉讼。当时的情况是，他被宗教局提控到了回教法庭，被判有罪，但是已经提出了上诉。当案件还在上诉阶段的时候，他就提出了恶意检控的诉讼。结果法院的判决是什么呢？法院宣判他败诉。因为恶意检控要成立，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那一项指控最后的结局对你有利，就是可能法庭判你无罪释放，或者说检察官放弃提控。不管怎样，最终这一个结果是对你有利的。但是在这个案件，请问有最终结果了吗？没有，因为他还在上诉。上诉的结果最后是对谁有利，也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他太早提出了诉讼，提控结果对他有利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自然而然的，这一名男子就不能够成功。那同样的，我们来看纳吉提出的恶意检控是指哪一次的检控？因为他其实有5宗刑事官司在身，他是对其中4宗觉得说有恶意指控而已，分别是一马公司案、篡改稽查报告案、IBIC 案以及 SRC 加控洗钱案，一共是33条罪名。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案件的状态现在是怎样了。首先，一马公司案和篡改稽查报告案目前还没有结案，而 IBIC 案以及 SRC 加控洗钱案甚至是根本都还没有开始。所以大家明白为什么我说时间点不对了吗？因为在纳吉提出恶意检控的这一刻，请问提控结果对他有利这件事情发生了吗？还没有发生。所以根据我们以上推断，纳吉恶意检控的诉讼会因为2012年法庭条规第18号令第 19A 条文没有合理诉因而被撤销。那我们在嘲讽别人的时候可能会说，要告我等久一点啦。但是对纳吉来说，这句话反映的就是他的现况，他不是永远告不成，只是他要慢慢的等久一点，不可能也许就会变成有可能。如果说纳吉到最后都能咸鱼翻身，那你和我都有可能，我们一起加油 Yes。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赞、订阅和分享，也欢迎你加入频道会员或者追踪我的 IG。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拜拜。